大家好，我是花花。超过90%的人都有这样惨痛的经历，在花市看起来明媚亮丽的蝴蝶兰，带回家不到3天就开始掉花，1星期后花朵剩下可怜的一半，可能再过几天就要收空盆。这其实与养护关系不大，是你没有买对蝴蝶兰。其实挑选蝴蝶兰分2种情况，一种看花苞，一种看叶子，只要这2个点看明白了，你应该会买到100分的蝴蝶兰。今天就用3到5分钟，让你把买蝴蝶兰这件事搞得明明白白。开始之前，你要先确定自己买哪一种类型。如果你要挑的是花开多多的成品株，那就继续往下听。如果你是想挑价格比较实惠，还没开始开花的小型蝴蝶兰，可以根据进度条跳到后半段，因为对象不同，重点完全不一样。1. 挑选大株开花蝴蝶兰。几乎100%的人挑蝴蝶兰致命的问题就是非常容易购买当时看着非常漂亮的那一盆，其实这种就是冤大头。聪明的人都是先用一眼筛选法，从几十盆中先找出潜力股，然后再观察一些细节，最终会买走一盆开花多、寿命长的梦中情兰。那么怎么用一眼筛选法呢？先后退半步，让视线扫过整片区域，用1-2分钟判断哪几盆的花梗上除了已经盛开的花朵之外，还留着大量未开的饱满结实的花苞，这些就是潜力股。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花朵负责现在的美，花苞负责未来的美。花苞越多，未来越美；花苞越饱满，未来越稳。接下来我们用下面这个无敌的方法精选，把潜力股再分成3类。第一类是理想型，植株上面大约1/3到1半的花已经开好，剩下全部都是饱满硬实的花苞。这种盆栽不仅现在漂亮，接下来的2个星期还会越来越美，是最理想的，是可以带回家的。第二类是潜力型，虽然只开了1-2朵，但没有开放的全部是饱满的花苞，看起来可能视觉效果没有那么震撼，但花期往往最长，也是优秀的选择。最后一类是观赏末期型，那就是几乎所有的花朵都已经盛开，几乎看不到花苞，这种呢是当下最美最吸睛，但买回家通常只能看它最后的2周，这种直接淘汰。到这一步完成，你已经过滤掉了80%的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要根据植株的叶子、花梗以及花苞的具体状态来优中选优，让你挑到一盆100分的蝴蝶兰。我们先从叶子开始，因为叶子是一面照妖镜。健康的蝴蝶兰叶片颜色深绿，带一点油亮感，这种深绿的底色通常代表根吸收稳定，叶肉也长得扎实。然后顺手做2个动作，第一个是轻捏叶柄附近最宽最厚的那一段。健康的叶子捏起来会有一种橡皮擦的扎实感，是有厚度有阻力的，你的手指会感觉到它在回推你，如果感受不到也有隐患。第2个动作是轻轻往下压叶片，大约1公分，再把手放开。体质好的叶子会顺势弹回原来的弧度，如果叶子薄薄的软软的，被你一压就垮在那里，或摸起来粗糙湿黏，那根系可能已经出问题了，比较危险。叶子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再把注意力放到花梗上。花梗就像花的脊椎，只要它稳，它没受伤，整串花回家之后就能撑得住。你可以从花梗的基部开始往上看，正常健康的花梗会从底部比较粗、颜色略深的那一段，慢慢过渡到上面比较细、颜色更浅的部分，这个变化应该是自然连贯的，看起来像一条顺延伸出去的弧线。如果你在花梗的某一段看到形状突然变扁，颜色突然变暗，或出现像被压过的凹痕，那就代表它在运输或整理过程中受过力。有时候是被夹子夹太紧，有时候是重物压到，这些地方虽然当下看起来还能撑着花朵，但里面的组织已经不太健康了。最后我们再来看花苞，花苞越饱满越结实，后面能开的花就越多，花期也会拉得越长。你可以轻轻用指腹碰一下尾端的那些小花苞，体质好的花苞会呈现一种圆圆的、紧紧的饱满感，摸起来偏硬，颜色也均匀分布，不会出现斑点或暗黄。如果花苞本身是皱的、软的，或者颜色已经开始发黄，那几乎可以确定这朵花已经被植物放弃了。这样状态的花苞不仅不会开，回家之后还会陆续掉光，这种也不建议购买。
挑选开花的蝴蝶兰，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个小红心，点个关注。下面我们接着说怎么买到超值的小株蝴蝶兰。2、挑选小株蝴蝶兰。如果你想买的是价位更亲民、还没开花的小株，那挑法就要换成另一套逻辑。第一步不是看好坏，而是先判断这盆到底开过花没有，因为开过花的小老株体力已经用掉一轮，后续表现会明显比不上真正第一次准备开花的小苗。判断有没有开过花，其实很好看。你可以先从叶片之间的缝隙、叶心附近，看看有没有被剪过的痕迹，像小小的干梗头、硬硬的凸点，或一节被剪平的老花梗，只要看到这些，就是曾经开过花的痕迹。接着再观察叶片的层次，如果下方一两片显得又大又老，上方的叶子反而细小、薄软，中间还有一段明显被拉开的空档感，那通常也是开过花之后留下的特征。真正没开过花的小苗，整体会更紧凑，叶片大小从下到上是顺的，不会突然大一片，再突然小一片。把这些开过花的小老株排除之后，我们再从真正没开过花的小苗里挑体质最好的。这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去观察叶子的整体表现。你可以先看叶子的数量，通常至少要4片以上，才代表这株已经累积到一定的基础，有能力支撑第一次开花。接着看叶子的颜色，健康的小苗叶色会是沉稳的深绿色，带一点光泽，这样的颜色通常代表根系吸收稳定，叶肉长得也扎实。然后你可以轻轻压一下叶片本身，体质好的叶片摸起来会有厚度、有弹性，你的指尖会感觉到它在回推你，不是那种一下就被压扁的软薄触感。这个扎实感越明显，体质就越好。再看整个株型，叶片和叶片之间的距离如果比较短，排列起来左右对称，整体看起来稳稳地往外铺开，通常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慢慢长出来的。而如果叶子之间拉得很开，或株形歪斜、松散，那多半是光照不足或曾经受过压伤，这类小苗未来开花就会比较吃力。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又刚好看到叶基部冒出一个往前的小尖角，或短短嫩绿的小梗，那就更好了。那个小角就是未来花梗的雏形，代表这盆小苗正在准备进入开花期。同样都是小株，这一盆通常值得优先带回家。最后再提醒你几个挑选时要顺手看的小地方，可以让你完全不踩雷。第一个是虫害，你轻轻掀一下叶柄交接的地方，那是介壳虫最喜欢藏的位置。如果看到白点、粘液或奇怪的亮斑，立刻跳过。第二是拼盘，拼盘一般不太建议购买。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